天上乌飞兔走，人间古往今来。沉吟屈指数英才，多少是非成败。富贵歌楼舞榭，凄凉废冢荒台。万般回首化尘埃，只有青山不改。感谢您来到烽火照东南的频道，这里主要分享有关历史、悬疑、传说、宗教类的内容。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这一类故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话说40年前，1982年5月里的一天，河南登封王河村的一位村民屈西怀，在嵩山采药的过程中，于山顶峻极峰的石缝中发现了一个物件。这个物件看上去像一个铜片，上面有字儿，但是读不通顺。屈西怀把这铜片拿回村子里边之后，有明白人说这很可能是个文物，是件宝贝。很快，屈西怀在嵩山捡回了个宝贝，这个消息就这样不胫而走。没过多久，村子里边来了一个外地人，想要收购这个宝贝。最开始开价1000块，见屈西怀不愿意，又一点点加价到10万。10万人民币在当时的中国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。80年代初期，工作20-30年的老工人月工资平均在40-50块左右。以此为例推算，10万人民币约等于一位工人工作166年的工资总和。我举这个例子可能还比较片面，您如果有关于那个时期的生活实例，也欢迎到评论区给我留言。面对这样一笔巨款，不知道什么样的具体原因，屈西怀并没有同意，甚至在对方写下血书承诺，如果获利超过10万还给他分成的情况下，也仍然不为所动。这个消息也很快被政府有关部门知晓。那么最后呢，屈西怀把这件宝物献给了国家，政府念及他互保有功，奖励他1500块。那么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呢？它和一代女皇武则天有关。经过河南博物院的专家鉴定，这是唐代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，长36.5厘米，宽8厘米，厚度不到1毫米，重233.5克，纯金打造。上面镌刻双钩文字3行64个，上言大周国主武曌，好乐真道，长生神仙。仅诣中岳嵩高山门，投金简一通，其3官6府除武曌罪名，太岁庚子7月甲寅，小使臣胡超起手再拜锦奏。这个除罪金简现在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，国家1级文物。除罪金简简单说就是武则天向各路神仙祈求消除罪孽的一个凭证。那么武则天究竟犯过什么样的过错，需要这样专门祈求上天原谅呢？有关武则天的千古之谜无字碑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来聊聊有关武则天的故事。大唐武德7年，武则天尚在襁褓之中，一天家里来了一个会相面的客人，在给其他人看过面相之后，见到一身男孩打扮的武则天，当即断言龙童凤颈，极贵艳也，若为女，当为天子。说这孩子面相贵不可言，如果是个女孩，将来一定可以当上皇帝。这位会相面的客人就是和李春风合著中国古代奇书《推背图》的易学堪舆大师袁天罡。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吕梁文水县。他的父亲武士约是大唐帝国17位太原元谋功臣之一。武德元年，以2等开国功臣得授正3品金子光禄大夫，封太原郡公。后来呢，又先后升任工部尚书，加封世袭应国公。武士约的原配是向李氏，向李氏去世以后，武士约又再婚，娶了杨氏，也就是武则天的生母。史书上记载，这位杨氏出身隋朝宗室，是隋朝4贵之一的关王杨雄的侄女。可是后来出土其父杨达家族的墓志，却完全没有关于杨氏本人的记载。因此后世推断，史籍中的记载很可能是武则天为了自抬身价而伪造的。贞观9年，唐高祖李渊因病去世，得知消息的武士约伤心过度，也吐血而亡。同父异母的哥哥武元庆、武元爽以及堂兄武怀良、武怀孕，对后母杨氏以及武则天姐妹3人十分的刻薄，甚至百般刁难。贞观11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听说了武则天容止美，把她召进宫中，封为才人。这一年武则天只有14岁。
唐朝初期的后宫制度，咱们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。设有皇后一人、贵妃、淑妃、德妃、贤妃各一人，正一品；昭仪、昭容等9品，正2品；婕妤9人，正3品；美人9人，正4品；才人9人，正5品。再往下，宝林、玉女、才女各27人，分属6、7、8品。相传唐太宗李世民有一宝马良驹，名为狮子聪，肥壮任性，没有人能驯服他。武则天当时侍奉在李世民的左右，他对李世民说：“我能制服他，但需要3件东西：一是铁鞭，二是铁棍，三是匕首。铁鞭抽打不服，就用铁棍敲击他的脑袋，还不服，就用匕首割断他的喉管。”李世民听后称赞其志气可嘉。我们无从知晓李世民内心的真实想法，只知道武则天自打入宫做了12年的才人，地位始终没有提升。然而在唐太宗这里没有获得太多宠幸的武媚娘，却让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治为之情根深重，而这一切皆源自一条石榴红颜色的裙子。1987年4月里的一天，法门寺佛塔修建现场，人们意外发现了一个洞口。借助手电，人们小心翼翼地向里面张望，只见有无数青蛇盘踞其中，大量珍贵文物清晰映入眼帘。经过考古队员们的发掘，世上唯一仅存的佛祖指骨舍利，佛教界至高无上的圣物，在这座地宫中尘封了1000多年后重见天日。而同时被发现的2000多件珍宝当中有一件金丝编织的石榴绣裙残片，引起了历史研究人员的注意。经过鉴定，这件石榴裙是武则天生前供佛之物，同时也极有可能是武则天与李治的爱情见证。贞观23年，唐太宗李世民病重，太子李治在身边守护。某一天，身穿石榴裙的武则天款款走过，李治由此对其一见钟情。唐太宗去世以后，武则天依照李治来到感业寺出家修行。在吃斋念佛、冷清孤独的日子里，武则天给已经当上了皇帝的李治写了一首诗：看朱成碧思纷纷，憔悴之离为忆君。不信比来长下泪，开箱验取石榴裙。相思过度魂不守舍，面容憔悴，恍惚间把红色看成了绿色，这都是因为想你啊！我近来时常因为思念你而落泪，如果不信，就来打开箱子看看我石榴裙上的斑斑泪痕吧。一首诗成功勾起了李治的相思，恰好当时他的王皇后也有意召武则天入宫，用以制衡萧淑妃。李治欣然应允。永徽2年5月，27岁的武则天还俗，再度入宫。一条石榴裙成功改变了武则天的命运，也改变了后来唐朝的历史。14岁入宫，26岁在感业寺当尼姑，27岁被王皇后带回后宫，不久后生下她和李治的第1个儿子李弘。28岁得李治恩宠，受封昭仪。武则天终于从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慢慢走向皇后大位。在此期间，武则天做的2件事经常被后世诟病，一个是为达目的杀害自己刚出生的女儿，第二一个是残忍虐杀王皇后和萧淑妃，登顶6宫。永徽4年底，武则天受封昭仪，第2年她就彻底和王皇后萧淑妃撕破脸皮。2人在李治面前递相见回武则天，这让武则天意识到了危险。为此，在《唐会要》和《新唐书》中都记载了一个事件，即武则天的女儿被王皇后杀害，高宗因此生了废立皇后的念头。尽管《唐会要》只说小公主暴卒，但根据《新唐书·后妃列传》里的记载，则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故事。说有这么一天，武则天生了女儿，王皇后前去探望。王皇后离开以后，武则天用被子亲手将女儿闷死。等到皇帝来了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掀开被子来看，发现孩子已经死了。大惊之下，李治问左右侍从怎么回事，左右都说皇后刚刚来过。武则天开始装模作样，悲伤哭泣。
李治大怒，说道：皇后杀了我的女儿，从前他就和萧淑妃彼此妒忌，互尽谗言，现在又开始琢磨你了。武则天演技太好了，心肠也太狠了，每每看到这段史料，都会让人不寒而栗。鉴于这件事情，高宗李治下决心要扶武则天上位，甚至不惜和自己的舅舅长孙无忌以及元老重臣褚遂良等人发生冲突。永徽6年，唐高宗终于下诏，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王皇后萧淑妃废为庶人，父母兄弟全部削爵免官，流放岭南。7天以后，将武则天立为皇后。这段故事到这儿还没完。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以后一并囚禁于一所别院。说有这么一天，高宗李治念及过往的情分，前去探望，看到这样一幅情景：王萧二人被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屋子里，只有一个用来送饭的小洞。李治恻然伤之，来到屋子前面，问道：皇后淑妃安在？过了一会儿，听见里面的王氏哭泣着说：妾等得罪为宫婢，何得更有尊称？至尊若念及往昔情分，使妾等再见日月，起名此院为回心院。李治当下说：朕既有处置。可是还没等到李治来处置，武则天就得知了这件事儿，当下大怒，命人对王萧二人各自杖责100，断去手足，捉入酒瓮，声称令二狱骨罪。被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王萧二人几天之后死在了酒瓮中。武则天仍不解恨，命人将尸首取出，又斩之。王皇后出文宣敕，拜了又拜，说：愿大家万岁，昭仪承恩，死自5分。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，落得这么个下场，是我命该如此。而萧淑妃在死前则破口大骂：阿武妖华，乃至于此，愿他生我为猫，阿武为鼠，生生扼其喉。他没有说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之类的狠话，而是说希望来生为猫，武则天为鼠，生生世世咬断武士的哽嗓咽喉。基于此，武则天下令皇宫之内禁止养猫，又改王皇后的姓氏为莽氏，萧淑妃为萧氏。或许是王萧二人死得太过凄惨了，此后的武则天时常见到此二人披头散发，浑身是血来找自己报仇，不堪其扰之下，只能搬到了洛阳，终身不回长安。1300多年前，龙州一位新任刺史，自打到任就一病不起，下人们纷纷猜测说这新来的老爷可能是身体不好。只有极少数的明白人知道，老爷这是由于内心忧愤交加导致的。没过多久，这位龙州刺史就死在了治所，他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武则天同父异母的大哥武元庆。中国有句老话叫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，追赠她的父亲武氏曰太尉、太原郡王，封其母杨氏为荣国夫人，封她的姐姐武顺为韩国夫人。而那几位欺负过他们母女的哥哥，武元庆被外放龙州，武元爽被外放亳州，堂兄武怀良外放始州。这仨地儿分别在现在的四川绵阳、安徽凤阳和四川剑阁附近。明着是外放升官，实质上是武则天和母亲杨氏别有用意。老大武元庆死后没几年，老二武元爽从亳州流放镇州。从亳州走的那一年是个吉祥年，公元666年，去的地方也是面朝大海，永远春暖花开。可是有人要他必须为当年的无知负责。没多久，武元爽客死他乡，2个同父异母的哥哥都死了，还有2个堂兄没有领取爱的号码牌。武则天得势之后，她的姐姐武顺经常来宫中探望。武顺容貌姿色极佳，一来二去呢，被高宗李治相中，有了私情。除了武顺本人之外，她还有一个女儿贺兰氏，长得更是姿容极美，史书上以国书称之。母女二人先后都和李治发生了密切关系，李治对二人宠幸有加。武顺在40多岁就死了，具体的死因史籍中没有记载。贺兰氏在其母死后，凭着绝美的姿色与姨母武则天争宠。于是有这么一天，
武则天把高宗李治请到自己母亲家中，他的堂兄武怀良、武怀孕送上食物，武则天设计在食物中偷偷下毒，又刚好让小美女贺兰氏吃了。这位国叔当即就领了盒饭，高宗顿时大惊失色。武则天诬陷说这是武怀良、武怀孕意图害主，李治立刻下令将二人处死。这一手一石三鸟被武则天玩得好似化骨绵掌一般，阴毒至极，杀人于无形。争宠的外甥女和2个得罪过她的堂兄就这样全部死于非命。挖完了武则天上位的这些八卦，不难看出武则天这一生既不像明君圣主一般的清白，也不像史家们口中的那样不堪。几乎他人生中的每一个决定都夹杂着无数的矛盾，而这种好坏参半的矛盾几乎贯穿了他整个执政时期。李治和武则天共有4个儿子，太子李弘千谨仁孝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其24岁这一年突然暴毙。有关李弘的死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，一部分人认为呢，他是被他的母亲武则天毒死的，一部分人认为他一直身体不好，是病死的。而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司马光经过考证，认为《新唐书》中李弘遇朕薨的说法可信度不高，因此只说其事难明，时人以为天后朕之，而不往下定论。李弘死后，李治和武则天的第2个儿子李贤被立为太子。李贤自幼聪明，有过目不忘之才，长大后仪容举止端庄稳重，处理政事明白公允，深受高宗李治的喜爱以及朝中大臣的拥戴。可是好景不长，随着李贤的呼声越来越高，武则天对其越发猜忌起来，最后干脆唆使李治将李贤废为庶人，流放。李贤的结局如果按照史书的记载，武则天得政之后，派酷吏丘神纪去监视他，丘神纪擅作主张逼李贤自杀。旧唐书中呢，有暗示李贤很可能是武则天的姐姐武顺和李治所生。那么会不会是丘神纪事先得到武则天密令，才对李贤痛下杀手的呢？这毕竟是前太子，丘神纪有几个胆子敢擅自逼杀呢？说起来，武则天的一生跟很多人都斗争过，其中也包括她的骨肉至亲。我们本期视频也主要以此为主线进行了一些梳理。为了巩固权力，把持朝政，武则天不惜亲手闷死刚刚出生的女儿，害死自己同父异母的兄长和亲外甥女儿，逼死张怀太子李贤，还将李显流放房州，几次差点害死了皇嗣李旦。甚至在晚年因为宠信张氏兄弟，将亲孙子李重润和孙女永泰郡主李仙惠杖杀。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视频开头那个除罪金简的故事了。早年笃信佛教，到了晚年痴迷道教，风烛残年的武则天经常噩梦连连，她自知罪孽深重，越来越害怕死亡，内心深处的负罪感让她开始尝试寻找一种精神上的解脱。或许就是这个时期，一个名叫胡超的道士告诉他，把自己的罪过刻在金简上，挑选一个良辰吉日投到嵩山，天神们就会以此为凭，消除他在人世间所有的罪孽。武则天听后，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，立即命胡超督造金简。金简制成以后，胡道士专程选择在7月初7来到嵩山，在山顶做足法事，带武则天向上天参拜赎罪，随后将金简抛在了嵩山的峻极峰上。除罪金简很好理解，可是乾陵前面那个无字碑呢？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女皇，一个离经叛道、喜欢标新立异的人，武则天一生所能被大书特书的事情丝毫不亚于唐高宗李治。可是为什么她只给自己留下了一块空白的石碑呢？结合他传奇的一生，千百年来人们对此有着各种猜想和推测，总结起来有下面几种说法。一是功高德大无虚说，武则天执政期间社会稳定，国力强盛，作为独一无二的女皇，她自认功德已经远非文字所能表达。
二是自知罪孽深重，不便说。武则天自知篡权改制，荒淫无道，滥杀无辜，无德可载，无功可记，与其贻笑后世，不如一字不劝。三是功过是非留给后人说。武则天聪颖机警，一生常做惊人之举，据说她留有遗言，几之功过留待后人评说。武则天对唐朝历史有值得肯定的一面，也有阻碍历史前进的一面，功过相掺，所以无字碑立得聪明，是非对错让后人去评论，是最好的办法。四是称谓不统一，不便说。他当过皇后，也当过皇帝，可是临终前留下遗诏，要求去帝号，称则天大圣皇后。单从这一点而言，称谓不统一之说是最站不住脚的。五是信奉佛教，万事皆空，不用说。从武则天晚年不惜耗费巨资修建大周万国树德天书来看，好大喜功是其一贯的作风。那么万事皆空的说法显然与其性格不符。六是继任者心怀怨恨说。神龙政变之后，李显被张柬之等人再度扶上皇位。这位饱经沧桑几度险遭毒手的中宗重登帝位之后，既不能公开发泄对母亲的怨恨，又不愿对他歌功颂德，所以干脆一字不刻为武则天留下一块无字碑。七是原有文字被后人磨去一说。我们从宣宗皇帝李隆基掌权之后，下诏毁掉武则天所立的天书，以及上位不久就不遗余力地打击武氏集团来看，这一观点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。根据陕师大王双怀教授的研究论点，《新唐书·武三思传》上面有一条重要的信息：景隆元年春，大旱，帝遣三司幽蓟到乾陵而语。帝曰：三司因主请复承恩庙，浩顺二陵，皆至令成。其党正因上圣感颂，帝为刻石。说李显重登帝位的第二年，这一年恰逢大旱，李显派武三思等人到乾陵，也就是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陵寝去祈祷。结果天降大雨，皇帝很开心，武氏一党的正音呢，由此奉上圣感颂，也就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一篇文章。李显命人刻在了石碑上。由此推论，现如今乾陵的无字碑很可能就是当年的那块碑石。之所以没有字，或许是因为武氏集团在同年的重郡之变遭到清洗，而没来得及刻字，也可能本来刻了字，被后来的李隆基下令磨掉了。当然，这些仍然只能算是推测，至少在目前为止仍缺少比较有力的佐证。或许真正的答案远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神秘，也可能没有半点的浪漫气息。但是不可否认，武则天的无字碑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想象空间，正如那些真真假假的正史野史，总能不断地引发我们的兴趣与思考。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，这里是烽火赵东南的频道。如果喜欢，请帮忙点赞。如果同样喜欢历史、悬疑、传说、宗教类的故事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。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